他操纵人心，让一个又一个家庭臣服在他的淫威之下。他从不亲自动手，却让10余人死去或失踪。他通过洗脑，让至少5个家庭走向灭亡的地狱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。莫看见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件发生在日本兵库县尼崎市。2011年的11月，在尼崎市附近的海中，曾打捞出一只灌满水泥的铁桶。当人们打开铁桶时，竟看到人体残骸。经司法解剖后，警方确认死者的身份是当年9月份失踪的66岁妇女大江和子。在同年的10月，尼崎警方在一处民居同样发现了3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。某个出租仓库也发现了可疑的装满水泥的铁桶。警方抽丝剥茧，发现2起案件所有线索的矛头都指向当时已经64岁高龄的单身妇女角田美代子。警方调查后发现，在与角田美代子关系密切的人中，已有7人不知所踪，其中3男4女，年龄最小的29岁，最老的是87岁。最神奇的是，这一系列犯罪的实施过程中，美代子从未亲手参与过任何一桩。他都是通过对受害人家庭成员进行洗脑，随后让一家人自相残杀。事件被曝光后，网上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，大家都认为这是日本史上最离奇的案件。为此，日本电视台还专门拍摄了一部纪录片。整个案件涉及的人物之多，关系之复杂，杀人手法之离奇，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今天这期视频主要也是参照了纪录片中被害的3个家庭的遭遇，来给大家讲一讲角田美代子到底是有怎样的魔力，使得这么多家庭家毁人亡。其实美代子年轻时很平常也很普通，父母在她上小学期间离了婚，从此以后她就在父母之间轮换生活，直到初中毕业时认识了后来的丈夫，并与之同居。23岁那年，美代子正式结婚了，和其他日本主妇一样，每天做家务，照顾丈夫的起居。在前夫的记忆里，美代子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甚至还带着一点胆小。有一次2个人在东京的车站就走散了。当丈夫找到妻子时，他竟然一个人因为害怕在站台边哭泣。但2个人的婚姻仅仅维系了2年就离婚了。之后，美代子开始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。在丈夫看来，胆小怯懦的妻子离婚后居然在尼崎开了一家酒吧，酒吧里还做的是一些皮肉生意。为了酒吧能够生意更好，美代子开始广泛接触一些黑社会势力，逐渐的，这些保护伞使得酒吧的生意越做越好。她也常常带着10几个男人在街上招摇过市，久而久之，她就被邻居看成了是当地的教父，谁都不敢得罪她，甚至有一些民众请她出面去摆平一些邻里纠纷。40岁后，美代子不再经营酒吧了，她的恶魔本性也就从这时开始释放。被美代子摧毁的家庭中，门胁家与横地家2家的遭遇最为典型。这2家人倒霉的起源竟是一场葬礼。1997年，住在尼崎市某文化住宅的门胁4兄弟为父亲的姐姐举办葬礼。巧合的是，他们的大姑是美代子的舅妈。正当门胁家的人准备为葬礼收尾的时候，他们从未见过面的亲戚美代子突然就爆发了。一开始美代子以亲戚的身份说，这个葬礼办得实在是太差了，并强制要求召开家庭会议，对葬礼仪式进行检讨。因为门胁家听说美代子有黑社会的背景，觉得不能轻易招惹，另外他作为长辈也受到了大家的尊重，于是便顺从了。因为要开所谓的家庭会议，所以整个门胁家的人都挤在一起。因为死去的门胁春还有一个妹妹叫门胁夏，多年前加入了横地家，于是美代子理所当然的把横地一家也拉了进来。他们天天待在一起开会，如果没有美代子的认可，绝对不敢离开。每天开会的内容就是不停地数落这些亲戚在门胁春葬礼上的错处。正赶巧在交流中，门胁家一位成员欠高利贷的事情在会议上就被捅了出来。美代子相当豪气地拍着胸脯说，这个债务我来替你们解决。替家族解决了债务危机一事，令美代子在2个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提升。从此之后，他便不断地横插进入2家的家事，堂而皇之地插手他们的家庭矛盾。到后来，竟凭借一己之力将2个家族的成员分割成了3个部分。横地家的夏女士被安排与儿子们一起住，并遭到了儿子的虐待；男性成员的妻子们则被安排对此进行监视。夫妇们的孩子都被接走了，控制在了美代子自己的手里。美代子把这些人的孩子留在身边是有目的的，
一来有孩子作为人质，其父母就不敢反抗；二来他也很有策略的让孩子们过上放纵的生活，期间不断的说他们父母的坏话，让孩子看不起自己的父母，甚至从中挑选了2个自己喜欢的孩子作为了自己的养子，入了他的户籍。由于夏女士饱受亲生儿子的虐待，又一直被囚禁在一个昏暗的小房子内，她不得不透过窗口呼救。某一次，她的邻居发现了异常，于是向兵库县的警察署求助。结果警察的回复竟是没有酿成具体的犯罪事实，是无法插手的。就这样，夏女士被转移到了另一地点囚禁，不久之后就完全人间蒸发了。那么这2家人就真的失去求生欲了吗？所幸没有。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，美代子将2家人的房子存款全部榨干，随后竟率领他们去盗窃附近的仓库。门胁家的儿子以此为契机，在和全家人一起偷完东西后，匆匆的到警察局就去自首了。角田美代子这才被捕，但罪名只是盗窃，被判了缓刑，很快就释放了。非法囚禁、杀人等犯罪事实却没有被警方掌握。他逃脱罪名的理由也很简单，因为这一系列残忍的犯罪都是经由家族成员之间互相施暴造成的，受害人也是加害人，这些成员自然不愿意向警方供认罪行。位于香川县高松市的古本一家4口本是其乐融融，父亲古本明与母亲古本初代是当地普通的中产阶级，大女儿莉莉子在一家网页制作公司做设计师，妹妹刘一是中学的优等生。2003年，角田美代子的突然闯入，则彻底改变了这个美满家庭的命运。由于古本初代的哥哥欠下了高利贷，角田美代子以讨债为名，带着10来个黑帮流氓对这个家庭进行了闪电式的占领。美代子借口说，既然是亲戚，就要拿出来点诚意来，竟在古本家赖着不走了，并且把4个人都关到了楼上的房间里，以防止他们逃跑。他自己却和一群流氓在1楼大吃大喝，不停挥霍着古本家的存款。依照美代子的要求，古本明必须每天早上将20万日元现金放在桌子上，同时美代子还时不时的上楼对他们施压，给4个人纸笔，让他们写下家人的种种不是以及对自己效忠的誓言。就凭这几张纸，美代子达到了离间家人感情的目的。随后真正的折磨开始了，在美代子的胁迫下，4位家人从亲密无间变成了互相凌虐，他们以受害人的身份殴打自己的至亲，只有打了才可以有饭吃有觉睡，否则就要承受更大的肉体痛苦。这期间古本家每天晚上都有叫骂声和呼救声，邻居受不了了，于是多次报警。然而你一定会惊讶于警方的反应，警察居然表示非受害者本人报案就无法出境。就这样，类似的报警达到了整整36次，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。古本明没有绝望，他想尽办法让大女儿莉莉子逃出去，可是每次的出逃都以被美代子的手下找回来而告终。为什么跑不掉？理由和门胁家一样，莉莉子自己也参与了对家人的施暴，所以不敢报警。为了让家人活下来，古本明终于下了最后的赌注。某一天夜里，他假装与妻子吵架，借机将初代和莉莉子推出了家门。不幸的是，初代最终被找回来了，并受到了更残忍的虐待，导致最终的死亡。莉莉子则因为不听话，此后每一次的反抗都会被用喷火枪烧身体，或者用烟头烫她的皮肤。不久之后，莉莉子遍体鳞伤，头发被剪了，连眉毛都烧没了。原本青春靓丽的美女变成了怪物。古本初代的死亡让角田美代子不敢在古本家继续待下去，她将莉莉子与刘一带回了位于尼崎的家中。对于这2个姐妹，美代子进行了区别的对待，她百般哄骗年龄较小、心理脆弱的刘一，给她深度洗脑，让对方成为自己的心腹。对于已经成年、有自己主见的莉莉子，则采取严酷的虐待手段。莉莉子最后一次求生机会是在2004年年初，没错，她又成功逃跑了。这一次，她的行为非常谨慎，更换了名字，去到大阪市打工，并租了公寓。在隐姓埋名的2年零11个月里，莉莉子勉强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，头发和眉毛也都长出来了，结交了好朋友，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。未曾想，令莉莉子再度落入恶魔手中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警察。2006年的12月，莉莉子的驾照快要到期了，为了能有一个正式的身份，以便能正常的上医保，这是她手中唯一的身份信息，她不得不去警局更换新驾照。美代子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，所以他还叫上了朋友一同前往办理。在警局办完手续之后不久，美代子就杀到了。角田美代子就在警局门口活捉了莉莉子，尽管莉莉子用手机短信向朋友求救，朋友也及时赶到了，并试图阻止，然
然而妹妹刘姨却横插一杠，说这是自己的家事，姐姐当初只是离家出走，现在终于找到了，也该一家人团聚了，外人没资格管。原来角田美代子早就在警局备案了，将莉莉子列为古本家的失踪人口，所以警方只要掌握了她的行踪，就火速向美代子通报了。这样的帮凶让所有人震惊，也是后来日本警方被舆论围剿的主因。这一次被美代子找到的莉莉子再也没有逃出去，于2008年的12月永别了人间，死时年仅26岁。所谓地狱空荡荡，恶魔在人间，放在角田美代子身上真是一点都不过分。她的作案方式非常奇特，刚开始的时候，美代子先利用自己身边的亲缘关系接触被害人的家族，然后在掌握了被害人的弱点之后，就以将近10人的团伙强行住到对方的家里面，接着就会对他们的家庭成员进行一系列的暴力行为，以此来控制被害者的家庭。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被害人家庭的所有财产。美代子在完全的控制了对方家庭之后，就开始放肆掠夺他们的财产，接着在谋害了这些成员之后，就可以获得保障金以及退休金等等。不过角田美代子虽然被抓了，但由于她并没有亲手杀人，而且是处在日本的司法体系下，角田美代子最后能否被定罪，如何被定罪，还是一个疑问。正当大家都在疑惑角田美代子将会受到怎样的刑罚时，她却于2012年的12月12日选择在拘留所中自行了断。而关于这一系列案件的真相，也随着她的自杀引入了黑暗。